一个视频让你搞清楚大腿的各部分肌群怎么练，训练没有借口。如果你在做载具深蹲的时候，在你的脚跟后面放一个片子的话，更多会带到你的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。如果你在做深蹲的时候，试着把屁股往后坐，想象后面有个凳子，来3、2、1起，这时候会更多刺激到你的臀大肌。如果你在做相扑深蹲的时候，会更多刺激到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，也就是内收肌和我们的大收肌。无论我们在做什么动作，保持我们大腿后侧直立点，就会带到我们大腿后侧的肌群，也就是腘绳肌。如果我们在做箭步蹲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是跟地面保持垂直的话，更多带到的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群。如果我们的身体往前倾一点的话，更多带到的是我们的大腿的后侧以及我们的臀部。健身真的会脱发吗？其实健身跟脱发是没有必然的关系。你看我头发挺茂盛的，脱发主要是一个遗传基因。大部分脱发的人他都是雄性激素脱发。体内有一个高表达的一个雄性激素受体，这个激素受体跟 DHT 双氢睾酮结合之后，就会导致脱发的一个发生。你看普通男性当中10个有2个是脱发的，你身边肯定有脱发的，所以脱发是跟基因有关系的。其实常规的健身是不会导致脱发的，但是2种情况除外。一种就是他们有非常高强度的健身，这种人群体内的激素水平还是会略高一点，就会加重他原本的脱发的一个过程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他会使用一些不正规的健身补剂，导致一些有激素的会导致脱发加重的。如果你没有脱发基因，那么再怎么练就都不会脱发的，甚至是使用科技也不会脱发。但是用科技脱发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有脱发基因，它睾酮高了，脱发就往前提前了，并不是科技导致脱发。所以你不要再有健身脱发这个困扰了。你没有下垂一传十，你再怎么练都不会脱发的，相信我。为什么你的肩膀又小又窄，别人的肩膀又大又圆？如果你做习惯了颈前推举的话，我教你一个动作，来，颈后推举，跟我学。颈后推举是一个打造肩部中束立体饱满度非常好的动作啊。颈前卧推它只能推到肩膀中束的下端，而颈后卧推的话可以推到肩膀中束的上端。这是一个属于高风险，也是一个高收益的动作。如果你敢做，你一定会有进步。首先，我们选择一个1.5倍的肩宽，往下落的时候，注意我们的大臂、小臂呈90度，注意我们的大臂要跟地面呈一个平行的，不要再往下落，否则会有肩峰撞击的危险。往上推的时候，记得不要锁死肘关节，推到2/3就可以了。要记得把我们的肘关节适当放在我们身体两侧多一点，不要往后靠。往后的话，肩膀压力是很大的。这个动作是需要上点重量的，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综合型的复合动作。做4组，每组12到15个，做完不酸，你来找我。坚持1个月，你的肩膀变不大，你也来找我。如果你两边的肌肉不均衡、不平衡，一边大一边小，一边有力气一边没力气，来，我教你个办法，不要用杠铃，用完全一样重量的哑铃，而且不要用太重的啊。当你做完正式的1组的时候，1、2、3 ，OK， 把强的那一边放下，弱的那一边再做5到6个。对，同理也是啊，左边5到6个，久而久之，你弱的一边肌肉就会追上你强的一边肌肉，学会了没有？哥，能不能做一期只用哑铃的全部位训练？来安排。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哑铃最基本的训练动作，所以国庆假期在家里面也能练哦，训练没有借口。来，这样练2头肌，这样练小臂，这样练3头肌，这样也是练3头肌。俯身正卧划船练背阔肌，反卧划船练背阔肌的下部分，单臂划船也是练背阔肌。哑铃推举练肩的整体，哑铃前平举练肩的前束，哑铃侧平举练肩的中束，哑铃俯身飞鸟练肩的后束，哑铃深蹲练臀腿，哑铃载具深蹲练大腿前侧，哑铃直腿硬拉练大腿后侧，宽距深蹲练屁股，哑铃卧推练整个胸大肌，哑铃飞鸟练胸的中缝。还有粉丝问我说，春哥脸怎么练？早睡早起，少熬夜，拒绝油炸食品，拒绝酒精，拒绝过量的烟草，搭配合适的衣服，身材变好了，气质也有了，你自然而然也变帅了。这些动作你们都学会了没有？一个视频让你搞清楚高位下拉练上中下以及背的宽度4个动作训练没有借口。直杠来说啊，如果你要练上背的话，那么你就做宽距，身体略微往后坐，往后仰，这是练上背。如果你要练背的中部的话，那么你的卧距要稍微窄一点，选择正卧。好，用半卧的方式，身体还是往后坐，略微往后靠，拉到我们的胸口的位置，这是练中背部。
如果你要练下背部的话，那么你就载具反握，身体往里靠，顶到我们的胯部，3、2、1，直线往下拉，收缩我们的下背阔肌，这是练我们的下背部。如果要练我们背的宽度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用更宽的握距，略微含胸和低头。我们的脊柱不要去往外挺啊，往内收一点。这时候直上直下，拉到我们的鼻子或者下巴的位置，这时候可以练到我们背的整个宽度。4个动作，上中下以及背的宽度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